公司上班摸鱼时，喇叭里突然响起一阵刺耳的警报：欢迎来到公司大逃杀，擅自逃离公司者嘎！话音刚落，总经理就怒狠狠地大声训斥：是哪个缺德的在搞这种幼稚的恶作剧？给我自己站出来！这个月的工资还想不想要了？信不信老子开除你？见所有员工没有一人应答，总经理再次辱骂道：你们这群该死的牛马，没有人承认是吧？那好，我这就去监控室调监控。随后总经理便气冲冲地走向公司的大门，可没想到总经理的手刚接触到门把手，他就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随即便化作一滩血水。目睹这一切的所有员工瞬间傻眼，有的人双手抱头尖叫，有的人吓得捂住了自己的眼睛，还有的人拿起手机想要报警，可整个公司仿佛与外界隔绝一般，手机根本没有信号。此时震耳欲聋的喇叭声再次响起：请注意，公司大逃杀现在开始，下面公司将发布3个任务，违反每轮公司规则者嘎，工作任务未完成者嘎，每轮任务规则在下一轮工作任务发布时自动失效。公司总员工数58人，目前在岗员工57人，第一个任务将在10分钟后发布，请大家做好准备。声音停下来后，一旁的青青拉了拉我：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会不会是有人想要谋害我们？虽然我还没完全搞清状况，但直觉告诉我事情并不简单。是不是有人谋害我们并不知道，但目前看来我们似乎要进行3轮考验，完成任务的人才能活下去。谁知另一旁的小美却说：那我们是不是不用上班了？10分钟之后，第一条任务开始发布。全体员工请注意，工作任务1，请所有员工坐到工位上，并保持60分钟内不得离开工位。注意，一个工位上不得同时有2名员工。第一个工作任务发布完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，我甚至能听到有人窃喜的小声议论：就这么简单？可我心里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传来刷刷的声音，办公区门口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保洁员，他穿着大楼物业的保洁服，低着头正在扫地。可奇怪的是，明明他没有坐在工位上，为什么却能安然无恙？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下一秒，保洁员扫到一个员工跟前，用扫帚戳了戳那人的椅子，示意让开。大概是平常这样的场景过于习惯，那人下意识往边上挪了一把。但就在这时，保洁员的脸色突然一变，露出一张咧到2颊的巨嘴和一双猩红的眼睛。挪动的员工瞬间被吓得不知所措，刚发出一声尖叫，保洁员便一口咬掉了他的脑袋。邻座的女孩哭着大喊，用桌上所有的东西砸向保洁员，但保洁员根本不为所动，只犹如一台无情的收割机器继续逼近。最终女孩因为害怕忍不住起身跑开，可还没跨出2步，身体便化作一滩血水。女孩身后是一个胖子，此刻我已经能清晰看出他在瑟瑟发抖。保洁员走到他身旁，开始用扫帚撞他的椅子，咚咚咚。刚开始胖子还想奋力抵抗，可保洁员不知哪来的力气，几下就将胖子的椅子推翻在地。接着保洁员再次张开血盆大口，我扭过头，不忍心看他被保洁员吃掉的画面。60分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保洁员已经转向我们这排，而第一个正是小美。小美此时表情写满绝望，双手牢牢钳住桌面，想学胖子做最后的抵抗，但似乎因为用力过度，她的椅子往后滑动了下。就在这一下，保洁员停住了，看她的样子，下一刻就要咬死小美。不过这时，小美立即伸手一拉，回到了桌前，保洁员的变化居然也停止了。她恢复原状后继续打扫。我紧盯着刚才的一切，脑子里忽然火光一闪。难道说椅子可以动？保洁员的变化似乎有5秒钟的延迟，只要在这几秒内回到工位前，他就会恢复原状。我仔细回忆了之前发布的规则，他说一个工位上不得同时有2名员工。之前我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不得离开工位，但并没有说一定要在自己的工位。没时间再细想，我立即朝身旁的青青和小美大喊：挪位置！小美，你挪到背后的工位，快！5秒钟里他不会杀你。小美很快懂了我的意思，她咬牙用力一推，椅子刚好滑到背后的工位。在保洁员完成变化前1秒，小美终于颤抖地坐在新工位前，所有人吊着的心也总算落了下来。随后我又朝青青继续喊着：青青，你现在挪到小美的工位。青青没有犹豫，再次躲过保洁员，成功了。第一个任务终于被我们找到了破解办法，大家像玩华容道一般，默契地逐个移动位置，空出保洁员的所经之处。保洁员终于打扫完办公区，从我们视线中离开。工作任务1结束，恭喜各位遵守纪律的好员工，目前在岗员工39人。再次听到诡异的声音，活下来的人都难掩兴奋地长舒一口气。我稍微调整坐姿，放松神经，却还是不敢站起身。第2条工作任务还没发布，我并不确定上一条的规则有没有结束。这一轮其实找到方法后并不难，但依然死了将近20人。而我们能过关，除了办公区位置优势外，其实更重要是之前有人趟雷。我默默记下这个经验，继续竖起耳朵。很快第2条工作任务便发布了。工作任务2，所有员工将以3人成组的方式被随机分配至新的工作岗位，请各位通过邮箱确认新岗位后于5分钟内到岗，并让客户满意。
注意新的工作小组任意员工不可回到原工作岗位。声音刚结束，周围立即响起一阵敲击键盘的声音。我紧张地打开邮箱，上面果然有一封来自人事部的调岗邮件。降职，工号00078，调整新岗位，业务部。这一轮的最终要求是让客户满意，所以新岗位的难易度至关重要。大家都像开盲盒一样，我看到走进财务部的人脸上挂着绝望的表情，而走向前台的小伙却难掩笑意。对我来说，业务不算一个不好不坏的结果，而我的另2位同伴正好是青青和小美，也还算运气不错，跟熟悉的人搭档，至少默契上会好很多。我们刚坐下不久，公司门口传来一个发颤的声音：“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”前台3人正对面是一个身形佝偻的老人，客户出现了。老人口中发出一声怪笑，让人毛骨悚然，但他没有马上回答前台的问题，而是掏出2张卡片。我不知道卡片上写了什么，只远远看见3人眉头紧皱地讨论了一番，然后指向一张。老人将卡片收回，扫了眼3人，终于开口说话。他问了前台3个问题，第一个是：你们公司的名字？前台战战兢兢地给出答案：开心传媒有限公司。老人笑笑没有反驳，然后又问出第2个问题：你们副总经理在吗？3人顿时面面相觑。刚才诡异的声音只说了还活着39个人，却没说谁还活着，所以这对他们是个55概率的选择。3人开始支支吾吾，老人又提高音量问了一遍：你们副总经理在吗？他不在。前台的人赌了一把，幸好他们赌对了。不过还没等他们喘口气，老人问出第3个问题：那么现在公司里是谁负责？前台3人霎时发出倒吸一口气的声音。上一题的概率还不小，可是这题让人怎么回答？组队时兵荒马乱的，不可能有人记下全部活着的人。老人一连问了3遍，声音一次比一次可怕。随后他的身体渐渐变大，已经变得完全看不出人类的样子。我立即意识到，如果回答错误的话，结果便与刚才的保洁员一样。此时我听到前台终于传出声音：李总，现在是李总负责。老人的身影没有恢复，而且口中再次发出阴森的怪笑，接着他的另一只手抬起。李总吗？那这个人头是谁的？你们竟敢骗我，你们太不称职了。重物砸落的声音响起，前台传来3声惨叫。下一组任务的岗位在茶水间，老人同样给了他们2张卡片选择，可这次选完后，老人并没有提问，而是要求他们提供一杯普洱茶。我猜测卡片中的内容是关于任务的形式，并不只回答问题一种。可我记得公司茶水间里只有咖啡和矿泉水，没有任何茶叶。但这次茶水间的人似乎运气很好。紧接着我听到里面传出一个难掩兴奋的声音：正好我桌上有送客户的上等普洱，我去拿。所有人都倍感意外，不过那人刚拿起茶叶，整个人瞬间化为了一片血雾。我的心脏顿时狂跳2拍，这才想起规则中提到新的工作小组任意员工不可回到原工作岗位，这一组自然也失败了。我则在纸上不停总结着经验：1. 老人会给每个岗位2种选择，回答问题或是满足要求； 2. 问题有3个，难度逐个翻倍； 3. 要求只有1个，但与新岗位有关，可能包含陷阱。我将这些内容拿给青青和小美传阅，并讨论我们即将面对的选择，可还没讨论出结果，这一次就轮到了我们。鉴于回答第3个问题蒙对的概率实在太低，我们最终决定选择满足要求。我要签份合同。听到这个要求，我们算是松了一口气。在与老人确认细节条款后，终于赶在客户不耐烦前完成了所有动作。可老人的体型还是变大了。为什么没有盖章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目光转移到公章上，我又用力盖了2下，但纸上依旧什么痕迹都没有。没有墨的章可不行。忽然小美惊喜地想起，我抽屉里有一泥，我去拿。却被我一把拦住。等等，不对，这是陷阱。规则中说过，新的工作小组任意员工不可回到原工作岗位。小美此时也反应过来，那怎么办？我突然急中生智，飞快抽出桌上的裁纸刀，往手心上一划，血滴落在桌面上，来不及感觉疼痛。在老人彻底变成怪物前，我用血盖完了章。老人的笑容凝固了，他拿起桌上的合同，冷笑一声，终于缓缓离开。我们3人这才瘫坐在椅子上，大口喘气，总算又活下来一轮。工作任务2结束，恭喜各位全面发展的好员工。目前在岗员工21人，又死了将近1半的人，但这次声音并没有给我们喘息的时间。新的工作任务紧接着发布。工作任务3，请所有员工尽快赶到会议室参加会议。注意，会议室中只有9个席位，未获得会议资格者嘎。声音刚结束，公司中立即响起人群争先恐后的脚步声。21个人，9个席位，没有其他规则与约束，整个公司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修罗场。我跟小美和青青都不是蛮力型的，此刻只能弓着身子小心地避过人群，慢慢向会议室靠近。本以为会议室会有更加惨烈的战斗，
可没想到会议室里静悄悄的，9把椅子上居然连一个人都没有，先前那些疯狂的身影全都不见了，这让我们大吃一惊。我注意到门口不远的角落还缩着几个身影，神色紧张，怎么回事？这时又有几人火急火燎地冲了进去，可在他们迈进会议室的那一刻，原本的地板竟突然消失了，连惨叫都来不及传出，几人已经被地板下的无尽深渊吞噬。眼看这一幕的所有人只能无奈地围在大门，手足无措。从会议室门口到最近的椅子，至少有5-6米的距离，人绝不可能跳过去。要不我们都不过去了吧？反正这次任务没有限制时间。人群中的提议很快得到几个人的附和。对，我记得最开始的声音说，员工下班才能离开，说不定就是只要活到下班时间，一切都结束了。然而没多久，我们便闻到一股怪异的味道，很快空气中传来灼热的温度。哈，着火了！有人惊叫大喊。不知什么时候，除了我们现在身处的大厅，周围已经被火海包围，大家都意识到这就是给我们最后的倒计时。正在这时，青青忽然小声喊了一句：“我好像知道他的规律了。”所有人目光注视过来，青青深吸口气，我还要再验证下。这时，只见他拿了个电脑显示器，向着前面的地板扔过去，地板再次消失不见。随后，青青又做了第2次实验，他让小美跟他拿起显示器，同时扔向地板两侧。惊人的一幕发生了，这一次显示器没有掉落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猜测地板的画面是假的，而在它的下边似乎存在一个我们看不见的跷跷板。当人跑过，一段坠落，另一端则抬起，所以我们只要找体重差不多的2人就能慢慢通过。可话虽如此，但依旧没人愿意第一个尝试。于是我和青青便作为第一组走了上去，我们一起念着1、2、3，一遍同时迈腿，成功了。地板果然没有下陷。在我们同时走完9步之后，终于抵达了椅子边上。在坐上椅子之后，我们2人算是松了口气。小美和另一个女生是第2队，剩下的则都是男生。而在小美这一组刚通过后，大伙距离最后的人仅剩不到1米的距离，后面的2队人开始着急地推搡起来。第3队人刚踏上地板，就被后面的人推了下去，而2人掉落时，反手拉住了推他们的人。就这样，9把椅子就只坐了我们4人。工作任务3结束，恭喜你们4人成功过关。此时眼前闪起一道白光，再次睁开眼，整个公司已经恢复如初。我们竟然再次见到了最先死掉的总经理，他的脸上带着笑容。恭喜你们4人成功升职。刚才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一次测试，你们所见到的只是公司的最新科技与虚拟现实的结合。恭喜大家成为了最后的赢家。听到这，我们4人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